华为这次在巴塞罗那 MWC 彻底杀疯了，一口气拿下8项 GLOMO 权威大奖，同时 Mate 80系列再拿8项国际媒体奖，全领域开花，直接宣告王者归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前几天，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巴塞罗那的 Fairground 会展中心正式举行。开幕第一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会展中心门口就已经排起了蜿蜒的长队。来自全球各地的专业观众、媒体记者，还有不少科技爱好者，顶着清晨的凉意，只为第一时间冲进 MWC 2026的现场。这届展会恰逢落地巴塞罗那20周年，汇聚了全球2400多家企业，超10万专业观众，堪称科技界的年度盛会。逛完一圈展会，最让小编印象深刻的不是欧美企业的花哨展示，而是中国企业的集体发力。350家中国企业组成的军团，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占据了展会的核心位置。不管是曝光量最大的展会入口主通道，还是巴塞罗那机场的显眼位置，几乎随处可见中国公司的横幅广告。走在展会里，时不时就能看到熟悉的中国品牌，那种自豪感真的藏不住。而在所有中国企业里，最耀眼的当属华为。走进1号馆，远远就能看到华为展台外围得水泄不通，里3层外3层，连过道都被挤得满满当当，堪称整个 MWC 最热闹的展台。有现场的观众表示，想挤到华为展台前排，得提前半小时排队，稍微来晚一点，只能在人群外踮着脚尖看，连展品的边都摸不到。其实华为能有这么高的人气，早有预兆。这家历经波折的中国科技巨头，没等展会正式开幕，就抢先一步，在 MWC 前夜于马德里举办了全球发布会，高调宣告重返欧洲高端市场。消息一出，就引爆了整个科技圈，不少欧洲观众特意提前赶来，就为了第一时间看看华为的新产品、新技术。展会现场，华为展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U6G 赫兹全系列产品。可能有人不懂这个技术是什么概念，简单说 ，U6G 赫兹是产业界公认的 5G/A 向 6G 平滑演进的关键支撑，相当于黄金频谱。谁能掌握这项技术，谁就能在下一代通信技术中占据主动。而华为这次直接推出了业界领先的 256T AAU 设备，单小区就能承载10万兆级别的整网容量。通俗点说，以后不管是多人同时上网，还是使用高清视频、云游戏，都不会出现卡顿，速度快到飞起。此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华为手机目前在欧洲还不能正常出售，这点大家应该都知道。但现场展示的 Mate 系列产品依然深受欧洲企业的喜爱，不少欧洲企业的工作人员围着 Mate 系列产品反复体验，时不时和华为工作人员交流，看得出来，他们对华为手机的技术和品质还是十分认可的。除了手机和通信设备，华为这次还带来了折叠屏、穿戴设备、平板、PC 等全场景产品矩阵，涵盖了生活、工作的方方面面，让观众一站式体验到华为的全生态科技。如果说人山人海的展台是华为人气的证明，那横扫8项重量级大奖就是华为技术实力的最好背书。展会期间，华为一举斩获了 GSMA全球移动大奖的8项奖项，包括最佳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奖、最佳 AI 使能网络解决方案、最佳非地面网络方案等，涵盖了网络、AI 应用等多个领域。可能有人不知道这个 GLOMO 奖的分量，它是由全球通信行业顶尖专家组成的评审团严格评选的，是全球移动通信产业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奖项之一。能拿下1项都不容易，华为直接横扫8项，相当于在全球科技舞台上狠狠秀了一把肌肉。消息传来，现场瞬间沸腾，不少观众当场鼓掌，连外媒记者都纷纷围过来记录下这一时刻。对此，有人调侃道：“华为这是杀疯了，硬生生把 MWC 变成了自己的主场。”万万没想到，这边 MWC 的热度还没退去，华为在智能驾驶领域也甩出一个王炸。3月4日深圳，余承东在鸿蒙智行技术发布会上说出896线和双光路图像机这2个词时，大洋彼岸的科技圈瞬间陷入诡异的沉默。
德国工程师沉默不语，硅谷从业者彻夜难眠。很多人可能不懂896线激光雷达到底是什么概念，为何能让全世界同行直接破防？小编简单科普一下，激光雷达的线数就相当于相机的像素，线数越多，探测精度越高，能捕捉的细节就越丰富。目前市面上主动的激光雷达线数是128线，稍微好一点的能达到192线。有几家厂商刚搞出520线的产品，就已经高调宣称自己天下无敌，四处炫耀了。而华为一出手就是896线，这个数字比目前行业顶尖的520线还要高出不少，差距肉眼可见。有网友翻到外媒的评论，说美国一家激光雷达公司的 CEO 当天还在推特上庆祝自家520线产品即将量产，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。结果华为896线激光雷达的数据一公布，那人直接删掉了推文，一整天都没再发声，估计是被打个措手不及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当然，如果说896线的数字已经足够震撼，那它的实际表现更是让人刷新认知。余承东在发布会上透露的一个细节，听完让人头皮发麻。这颗激光雷达能在55米外看清一只小狗摇尾巴。要知道，这可不是简单的看见，而是能捕捉到细微动作。在实际驾驶中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比如凌晨的高速公路上，一只流浪狗突然窜出来，普通激光雷达只能探测到一个模糊的斑点，系统需要反复判断，这到底是塑料袋、纸箱子还是活物。等它判断清楚，很可能已经撞上。而华为的激光雷达在55米外就能看清小狗的尾巴在摇，耳朵竖着，甚至能判断出它的身体朝向车道，预判它要过马路。这样一来，车辆就能提前减速，等小狗跑到路面时，车速已经从120公里降到安全范围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紧急刹车，而是提前预判，主动避险。更让同行们头疼的是它对远距离低反射率目标的探测能力。高速行驶时，最危险的不是前车刹车，而是路面突然出现的移散物，比如黑色轮胎、黑色物体本身吸光、吸雷达波，一直是智能驾驶感知系统的天敌。行业平均水平只能在41米外探测到黑色轮胎，以时速120公里的车速计算，41米的距离留给车辆系统的反应时间只有1.2秒，基本上只能听天由命，很难及时刹车。而华为把这个探测距离直接提升到了120米，也就是说，轮胎刚进入探测范围，系统就能准确识别。等车辆开到41米这个传统死亡距离时，车速早就降了下来，驾驶员甚至都没感觉到危险，就已经安全通过。以前所有激光雷达都只有一个光路，这就面临一个无法突破的物理定律，要么看得远，要么看得宽，两者无法兼顾。就像普通设备，要么能看清远处，要么能覆盖近处，很难两全。而华为在这颗激光雷达里集成了2个不同焦段的激光接收单位，一个负责广角探测，紧盯车辆周边，防止电动车、行人突然窜出；一个负责长焦探测，能看清1000米之外的路况细节。这2个光路捕捉到的信息会在芯片中融合，形成一幅无死角、高清晰的全景路况画面，彻底解决了看得远和看得宽的矛盾。不过，华为的狠活还不止这些，在主动安全方面，它直接刷新了行业极限。目前行业内各大车企都在炫耀自己的 AEB 能力，你能在80公里每小时刹停，我能在90公里每小时刹停，一个个都觉得自己很厉害。而华为直接甩出一段实测视频，13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下能实现连续避障。要知道，中国高速最高限速是120公里每小时，这意味着就算驾驶员不小心超速，华为的激光雷达也能帮着守住最后一道安全防线。有人嘲讽，这不过是堆硬件而已，没什么技术含量。可关键问题是，别人想堆也堆不出来。那些天天鼓吹纯视觉方案的车企，不妨试试，只用摄像头能不能看清120米外的黑色轮胎，能不能捕捉到55米外小狗摇尾巴的细节。一位特斯拉前工程师私下坦言，纯视觉方案的最大敌人不是算法，而是物理极限。摄像头的感知能力有无法突破的局限，你不可能让它看见它本身就看不清的东西。如今，外媒已经彻底被华为震撼，
纷纷发文报道。美国 The Verge 的标题直击要害：华为的新雷达能看见连人都看不见的东西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，华为这不是简单的产品升级，而是要重新制定全球智能驾驶感知领域的游戏规则。据悉，这款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将率先搭载在尊界 S800和问界 M9上，未来还会应用在新阿维塔12、浩博 A800等车型上，让更多消费者体验到顶尖的智能驾驶安全保障。从 MWC 展会上的通信技术突破到鸿蒙智行的激光雷达炸场，华为用实力证明，不管是通信领域还是智能驾驶领域，中国科技都已经站稳脚跟，甚至实现了领跑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